穿越了。会制冰吗？什么？制冰，消食制冰，不会？不会。造盐、晒盐法、盐田设计，不会。那你会造大炮、黑火药？我只在课本上见过。等等，这里是丙字营，出门右转第3个院子，找王嬷嬷领2套衣服。明天陈实去后勤部分配工作。下一个。等，你还没问我呢，我会摇奶茶。奶茶？对，就是那种甜甜的，喝了会开心的。丙字营，和他一起。所以奶茶不算挤呢。下一个，会造纸吗？姐，醒醒，我们落地了！昭昭，你有没有受伤？古代，真的是古代！姐，你看那天，你看那山，你看那，你看那。王记手工皂，冷制工艺，穿越者认证。新到货！穿越者联名款雪花膏，慈禧太后用了都说好。烤红薯，穿越者特供，冬天里的第一口甜。3个铜板1个，5个铜板2。姐，我们是穿越了吧？应该是吧。穿到古代了，这啥情况？去看看。姐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更像是穿越者收容所。我想回家。他们穿了多久了？最短的3个月，最长的8年。我是第5年。你们呢？你们会什么？一个都不会。我会做奶茶，但嬷嬷说那不算技能。好，真好。我做了8年人事，面试过几千个人，开除过几百个人，跟工会吵过架。到了这儿，这些全没用。我摇奶茶3年，从路边摊开到商场。上个月刚谈下来第3个分店的合同，那个嬷嬷连听都没听完。姐，你说我们会不会也变成他们那样？不知道。你安慰我一下会死吗？我不想骗你，我们确实什么都不会，会的那2样在这里等于0。我不想变成那样。姐，我饿了。你们2个去厨房帮厨吧。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。牛奶，红茶。这儿最好的东西就是杂粮粥，你还指望翻出山珍叶味？醋糖。怎么了？姐，我想做杯奶茶。这里能？牛奶有，红茶有，糖也有，够用了。那就做。奶茶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茶是苦的，混一起能喝？年轻人就是爱折腾，有那功夫不如多洗2颗菜。就这，奶掺水，颜色跟泥汤子似的。味道是对的，就是少点什么。你找什么？木薯？有没有木薯？啥？木薯，就是那种褐色的，长得跟树根似的东西。你说的是树薯吧？后院堆着一堆，那玩意儿是喂猪的。喂猪？树薯喂猪，猪都嫌糙。你们听听，他说要拿喂猪的东西做什么？奶茶？现在的年轻人，连人吃的东西和猪吃的东西都分不清。听说是今天新来的，嬷嬷问会什么都答不上来，果真是废物。哼，废物配猪屎，倒也般配。别理他们，在我们老家，这不是喂猪的，这是做珍珠的。珍珠？你管这黑疙瘩叫珍珠？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丙字营又来2个疯了的，可惜了，长得还挺周正。叔叔当珍珠，分得不清。要不要叫嬷嬷来？别急，看他们能折腾出什么。老子今天倒要开开眼。姐，帮我看火，大锅烧水。好。这玩意儿比想象中难弄。你说他是不是真觉得把树薯捣碎了就能变成值钱货？捣烂了还是树薯？难道还能捣出花来？出来了！这又是在干嘛？玩泥巴呢？水开了，还挺圆的。圆管什么用？喂猪的还能吃出花样？那玩意儿怎么变透明了？见鬼了！姐，尝尝。怎么了？是珍珠奶茶。就是这个。不就是树薯水吗？黑乎乎的东西，能好喝到哪儿去？啊，能不能让我尝一口？你有没有出息？那是喂猪的。给我也尝一口。到底怎么样啊？甜的，软软糯糯的，真好吃啊！俺娃得馋哭。这真是树薯做的。喂猪的东西，原来可以做成他们从没吃过的好东西。姐，我不想待在这儿烂掉。你想做什么？你说你做了8年人事，最会什么？
听人说话，那以后我负责让人张嘴，你负责让人闭嘴。听起来像开黑店，反正在这儿也是闲着。他们不是说咱废物吗？那就从这堆喂猪的东西开始，先做给这屋里的人喝，然后做给隔壁屋的喝，然后征服整条街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不让做奶茶会死，不让我听人说话会死，那就开干。我知道秦始皇为什么骂我疯子了，我教的不是微积分，是概率论。我应该先教统计学。让黑疙瘩多放点。他在梦里点蛋，昨天还说是喂猪的，今天说梦话都要多放点。男人的嘴。我赵铁柱，十里八乡有名的木匠，现在给一个小姑娘劈柴。我师傅要是知道了，棺材板都压不住。你师傅不是本地的吗？棺材在哪儿？东郊坟场。那不远，你小点声劈，他听不见。有理。嬷嬷来了，从东边过来，3步。刚才有人说厨房有异香，你们在煮什么？煮水。揉面。思考。思考什么？思考粮食安全问题。你呢？我想研究一下怎么把树薯做得更好吃，万一以后能受欢迎呢？万一大汉能顶饱呢？万一煮了多少？下次不要生火超过2个时辰，浪费。另外做完了，把结果写一份给我。他是不是也在等喝？闭嘴，劈你的柴。继续。喂猪的，做成这样确实有两下子。让那2个丫头过来。丙字营厨房昨夜丢失树薯30斤，未经允许生火超过2个时辰，聚众妨碍秩序，3罪并记。完了，要蹲大牢。2条路：一，继续待这儿，接受处罚，倒马桶、洗菜、扫地，厨房不许再进。2呢？3天之内搬出去，自己找营生。你们那杯奶茶出去卖，收容所的厨房太小，盛不下这些东西。嬷嬷，您这是在赶我们走，还是在给我们发营业执照？走之前把配方写下来，放我桌上。这是初稿，后续我会继续研究。这个开店用得着？你不是说劈柴丢你师傅的脸吗？我师傅昨晚托梦了。说什么？他说劈柴可以，别劈到手，还说那黑疙瘩看着不赖。他是东郊坟场埋了20年的人，消息比活人还灵通。替我谢谢你师傅。巷子口有个铺子，以前卖棺材的，我表舅的，租金便宜，去找他。你表舅怎么不早说？不错，格局方正。采光以后再说，通风有点太好了，夏天省扇子，还省了门铃。有人来，全巷子都知道。这铺子以前卖棺材的，老板死得早，后3任租户全亏得裤子不剩。第3任卖寿衣，开张1个月自己先穿上了。他们要卖什么？看那包袱皮，从收容所出来的吧？哼，收容所出来的人能有什么好营生？连技能认证都过不了，被淘汰到丙4营的。赌不赌？1个月，撑死1个月。月租多少？300文，押金免了，头月减半，150文。但有个条件，门口那棵枯树你们自己处理，
让上任租户在树下上吊，把树吓死了。成交。反正我们也是送走客人，送走不开心的客人。木头不错，字也不错，内容不太行。开茶馆挂架贺西去，客人以为我们卖的是断头茶。翻个面，太丑了，丑得好，让人想进来看一眼。这什么店？招牌都写不端正，还敢开门？你这安慰人的角度都是从哪儿学的？做人事的必备技能，把缺点说成特点。还心灵茶馆，古代人不喝这玩意儿。茶馆不卖龙井，卖什么奶茶？不正经。珍珠奶茶，大杯5文，小杯3文，就一种。可以选大杯、小杯，加珍珠不加珍珠，加糖不加糖，全糖、半糖、少糖，算一下，其实有12种。喝的不就那一碗？3天了，加起来不超过5个客人，我看明天就得关门。急什么？明天要是再没客人，他们自己就走了，连门板都不用关。姐，我错了，我以为有奶茶就够了。产品没问题，渠道有问题，没人知道这儿有奶茶，也不知道奶茶是什么。那怎么办？站街吆喝。你以前开店怎么拉客的？开业买1送1，第2天排队排到隔壁便利店报警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好喝啊。好喝的店多了，为什么是你？你说过要娶我的，头天喵后头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是王爷府的管事，娶个卖豆腐的，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人？现在看清了，我长这样，你凭什么不娶？昭昭，明天在门口摆几排凳子。干嘛？我们不只卖奶茶，我们卖故事。后面怎么空着？我还没想好怎么把妇产科翻译成古代人能听懂的词。穿越者听过，但没听过古代版。故事是钩子，他们坐下来听故事，总不能干听。你端杯奶茶过去，谁会拒绝？听完上回还想听下回，明天还得来，来了又得买奶茶。姐，你这人事总监怎么比我会做生意？做人事就是研究人，人喜欢什么怕什么，为什么留下来。放到茶馆里也一样。你们俩3天没出铺子门，我数了，除了我，一共进去4个客人，2个走错了，1个是讨水喝的。大娘，我们在想新业务。霸道王爷爱上换衣女，这是说书？对，明天开始，门口摆凳子，免费听。姑娘，我说句实话，你这主意不太行。我们不用醒目，用奶茶。行，就算你们说了，谁听？这条巷子住的什么人？卖菜的、拉车的、缝补衣服的。你讲三国，他们都不一定来；你讲什么霸道王爷，王爷是什么，他们都没见过。没见过？那您会不会好奇，一个王爷怎么就1天洗7、8啐澡？明天我搬凳子来。摆凳子了，这是要干嘛？今日开讲，免费，骗人的吧？进去就得掏钱。茶铺不说书，说书先生手里有醒目，有折扇，有师承。他们俩，一个做奶茶的，一个做人事的，连块醒目都没有，靠什么说？靠嘴，那叫聊天，不叫说书。讲什么？管他讲什么，3天没倒闭，改说书了，这也算本事。换个花样继续亏。我倒要看看能讲出什么花。说书和煮粟米不一样，那玩意儿能吃，话本不好听，可是直接走人的。我才撑不过1个时辰。他们真说书，什么内容？今天我们讲霸道总裁爱上换衣女的我。什么？霸道王爷爱上换衣女。王爷和换衣女门第悬殊，
这是写史论都不一定能驾驭的命题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我才讲不完一炷香。话说天圣年间，有一位靖王，京城所有小姐都想嫁他，他一个都不要。不近女色？不是，他有洁癖，谁碰他就想洗澡，一天洗7、8回。府里丫鬟最大的工作量不是端茶倒水，是烧洗澡水。一天洗7、8回，这皮都搓烂了吧？这王爷不行啊，这么娇气怎么上战场？敌人还没到，他先洗脱皮了。所以他的仗都是贴身侍卫替他打的，他负责坐在帐篷里洗手。侍卫回来了，他说：“你身上有血腥味儿，离我3步远说话。”有一天，他出城巡视，路过河边，远远看到一个浣衣女正蹲在石头上洗袍子，一边洗一边骂：“这是哪个不长眼的？袍子滚泥里算了，袖口还沾了糖，这什么破料子，一搓就皱。”王爷低头一看，那件袍子是他昨天穿的，袖口上不是糖，是偷吃桂花糕蹭的，料子也不破，贡品。侍卫正要上前训斥，不，王爷抬手拦住，因为他发现一件事，这个浣衣女骂他的时候，他竟然不想洗澡，不但不想洗澡，他还想让他继续骂。绝了！这王爷什么毛病？被人骂还高兴？这个角度，话本里从未有过，这不是话本，这是另一种写法。然后呢？王爷说什么了？欲知后事，明天再讲。第2回，王爷微服逛河边，浣衣女扔他一身泥。别，现在讲，我出钱。出钱的话，买1杯奶茶就行，大杯的，加珍珠。我让我姐再讲一段。大杯珍珠多放。三德子，把你娘也叫来，这玩意儿比豆浆好喝。他还真讲出来了。你还说撑不过1炷香，这都半时辰了，人还越来越多了。明天就不来了，谁天天闲着听这个？明天的第2回还是这个时辰？对，明天同一时间。那我明天把菜摊收了再来。你说那王爷有洁癖，碰一下就要洗澡，那他娶了媳妇儿怎么办？分房睡？这不明天才讲吗？那我明天还来，这个问题我得听答案。你昨天不是说奶茶不正经吗？今天喝了3杯。我是来听书的，奶茶是顺便。顺便3杯。故事太长，渴了就得喝。明天我带杯子来，省碗钱。夏姑娘，那句“本王见了你就不想洗澡了”，有典故吗？没有，现编的。我寒窗苦读15年，写不出一句这样的。你说洁癖王爷爱上浣衣女，后面会怎么发展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想知道。明天我也带等子来。你不是说撑不过5天吗？我改赌，赌他火。姐，今天卖了23杯，之前3天加起来4杯，今天1天顶6天，所以不是产品问题，是流量问题。故事把人拉进来，奶茶把人留下来。还有，今天说书的时候，后排坐了3个人，全程没怎么笑。但你讲洁癖王爷一天洗7、8回的时候，他们笑了。笑法和古人不一样。穿越者，对，听完就走了。但每个人走之前买了1杯奶茶。有一个穿青衫的，端着杯子站了很久。我给他多加了1勺珍珠。他喝完说了句，跟我家楼下倒闭的那家店一模一样，再也喝不到了，眼眶红了。说书能吸引古代人，奶茶能留住他们，但穿越者他们不缺故事听，他们自己就是故事，他们缺别的。姐，不谈理想只谈工伤，你这是在针对谁？针对所有给古人打工还没5险1金的人。那我的新品可以上市了。老板，来杯冰美式。不谈理想，只谈工伤。你叫陆逢，造盐田的，3年5座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昨天买奶茶时自己说的。说完还补了一句，但你不用记住。我3年没人记住过名字，县太爷叫我那个造盐的。我以前是化工厂工程师，有双休，有工会，过节发月饼，在这儿3年没休过1天。上个月第5座盐田投产，县太爷白酒敬我1杯，说陆先生辛苦。那是我3年来的第1杯酒，之前连口水都没人递。我不需要什么心理咨询，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。这个要求高吗？不高，但在这儿不高的事最难办，没人有空听别人说话。我们刚好有空，明天还来，带你盐场的人一起来。那块牌子对所有人都有效。好。啊！那不是沈燕吗？沈燕，造蒸汽火车那个沈燕，她怎么会来这儿？她在皇上面前可是头1号的红人，工部固执御书房行走，上个月刚被封了正4品，来2年就把蒸汽火车搞出来了，整个朝堂都震了。
这种大佬来心灵茶馆，听说他最近半年没怎么露面。公布的人说他每天头疼，睡不着觉，御医看了3轮都没用。废话，2年造火车那是人干的活吗？不疯已经不错了。你是这儿的老板？是。门口那牌子你写的？我写的。我每天头疼，睡不着，御医说我是思虑过度，开了安神汤没用。安神汤治不了你想的事。跟我来。去哪儿？这儿人多，给你找个能说人话的地方。进来，关门。坐。奶茶好喝吗？一般。环境呢？感觉还行吗？没什么特别的。那你为什么来？听说你这里可以跟人说话，不收钱，不问缘由。对，但前提是你得愿意说。我习惯了，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沈大人怎么看。工部的图纸、户部的预算、礼部的仪式，什么都要我看，什么都要我说。2年了，我每天醒了第一件事是想今天又有什么东西等着我审，躺下最后一件事是想明天又有什么新项。所以你不审会怎样？什么？你不审，把图纸推回去，说今天不想看，会怎样？会有人失望，皇上会失望，工部会停摆。停摆会怎样？项目延期，预算超支，朝堂上有人参本。参本会怎样？你到底想问什么？我已经说了，我每天头疼睡不着，你一直在问我不审会怎样，停摆会怎样，参本会怎样，你是在审我吗？太破坏气氛了，我改天再来。沈小燕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？我让你走了吗？站好。只有你最懂我。我娘叫我沈小燕，传过来之后再没人叫过，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叫什么。现在能说了吗？不是沈大人想说，是沈小燕想说的。火车跑起来那天，所有人都在庆祝，工部摆了3桌酒，尚书敬了我1杯酒，说沈大人乃国之栋梁。我端着杯子站在那儿，忽然想起我穿过来之前答应我妈每周给她打1个电话，我来这2年1个都没打。我不敢想她，一想到她就觉得我不该在这儿。她不知道我穿了，她以为我失踪了，她可能在找我，可能在哭，可能已经不着了，所以我不敢睡，睡着了就会梦到她。你多久没照镜子了？什么？你现在眼睛里没有天才了，只有一个人。这个人2年没睡好觉，在这里哭了一场。这个人明天还得回去审图纸，但今晚你可以再点1杯奶茶。刚才那杯奶茶凉了，续1杯，大杯，多加珍珠。马上。我刚才看到什么了？沈燕哭着出来的，进去之前还是正4品的气场，出来之后点了1杯珍珠奶茶，续杯还要多加珍珠。你注意她的眼睛没有？哭过了，绝对是哭过了。下周带她进去才多久，就把她弄哭了？弄哭了还不算，出来还续了杯，她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回去跟谁说谁都不信。沈大人，皇上面前的红人正4品，在这间铺子里哭了，然后续杯了。我要是工部的人，明天说什么也要来一趟。我说了，老板娘真的听人说话，她不只听。那我不问1周干7天算不算工伤了？我就想问问，能不能也让我进去哭一回？我半年没睡好觉了。排队。沈大人，就这破棺材铺，您确定能治失眠？我没说能治失眠，我说能让你睡着。怎么个睡着法？被打晕？哭累了自然就睡着了。领头那个昨天来过，走的时候眼眶是红的，今天又来了，还带了1车人。来干嘛？挨打？来挂号。姐，沈燕带了一个工部来，几个？7、8个，还有图纸。图纸不收钱，人收费。夏老板，昨天说的事儿，我把人带来了。我说让你带人来，没让你带一个部门来。工部今天不用上班吗？休沐日。休沐日你带同事来挨打，公报私仇，还是真为他们好？都有。说书免费，奶茶5文，心理咨询免费，巴掌视情况定价。沈大人，视情况定价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欠的越多越贵。欠什么？欠税。各位大人，先喝奶茶，喝完再决定要不要挨，要不要咨询。这就是珍珠，听说用树薯做的，树薯不是喂猪的吗？直接喝，别问，问了会觉得自己不如猪。
确实不如。我先声明，我不是来哭的。蒸汽机密封工艺测试半个月过不了关，可能是材料问题，也可能是精度问题，也可能……多久没睡了？5天。你以前在哪儿工作？航天集团，做密封材料的，深空探测器上的。探测器飞出去了吗？飞出去了，正在飞向木星。你造的密封舱在飞向木星，你在这里5天没睡觉，因为蒸汽机漏气，你觉得自己很废。小明，小年。你没放弃，废物早跑了，你还在画图纸，你会画出来的。续一杯，大杯，珍珠多放。哭了，他进去才多久？比我快，我2巴掌，他1巴掌就哭了。我叫周平，工部6品，负责轨道铺设，最近铺到城外断头路了，我不知道还能铺多远，预算不够，材料不够，连石头都是从老城墙上拆的。小明，石头，我爹是石匠，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拳头攥得跟石头一样紧。石头是用来铺路的，不是用来钻的。续一杯，大杯，珍珠多放。又一个，2分钟一个，这比流水线还快，但出来的都续杯了。关键是续杯，哭了不难，难的是哭了还想喝奶茶。我不需要挨巴掌，我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最近图纸画的慢了一点，进度落后了一点。真的没事，真的。你多久没对人说过真的有事了？小明，元宝，我小时候胖，我娘说我跟金元宝似的。元宝不是用来画图纸的，是用来笑的。续一杯，大杯，珍珠多放。第3个，全哭了，全续杯了。夏老板在里面到底干了什么？全用小明，他怎么知道所有人小明？他不知道，他编的。编的？编错了就说叫的是你上辈子的名字，比这辈子更管用。我是来帮别人排的，我自己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，就是来替工部刘大人排的。他失眠比我严重，他3个月没睡好觉了。你替别人排，自己站在队伍里等，等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也3个月没睡好了，但我不敢说。刘大人比我严重，我不能比他先哭，我得撑着，谁先撑不住，谁就是最差的那个。小明，豆子，我小时候矮，我娘叫我豆子。大杯，珍珠多放，再给刘大人带一杯，打包。夏老板到底什么来路？听说是做人事的。人事？人事能让人哭完还续杯？我以前公司人事找我谈话，我出去就想辞职，他这个出去还想再挨1巴掌。我想排一个。我也是。你刚才不是还说先看看情况吗？看了4个了，情况很清楚，不进去的今晚继续失眠，进去的今晚能睡着。我选睡着。我跟你们说个事儿，我上个月去粮铺买米，给了钱，那掌柜把铜板放嘴里咬了一口，挨个咬。所以古代人的 QC 标准是咬。这算什么？这古代人上厕所我真受不了了。别说了，我不说难受。你们想想，上辈子你蹲坑，左手刷手机，右手……总之很文明。这古代呢，1块竹片，用完洗洗，下一个接着用。你别说细节，我没说细节，我只是说我穿过来第1天上茅房，出来之后哭了，不是因为想家，是因为那块竹片。我也哭过。第1天，工部安排的宅子，茅房在院子里，我进去看到那个坑，站了3分钟，最后没上，憋了1天1夜。第2天去工部，尚书问我脸色怎么这么差，我说水土不服。所以你后来怎么解决的？自己画图纸，让工匠做了个马桶，木头加陶釉，不太好用，但比竹片强。我能不能问一个，你那个马桶能冲水吗？不能，要自己倒。妈的，穿越者终极难题，上厕所。你们说的这些都不是最搞笑的，最搞笑的是，你们现在聊上厕所聊得这么开心，上辈子跟同事吃饭的时候敢聊吗？不敢，上辈子聊这个会被 HR 约谈。现在没人约谈了，因为没有 HR。有，我站着呢，你继续说。夏老板，我开玩笑的。完了，
已经被 HR 盯上了，加一杯奶茶。干嘛呢？气氛这么奇怪。讨论公布新项目。讨论新项目，一个人笑趴在柜台上。嬷嬷，您来续杯。大杯，珍珠多放。另外，你们刚才笑什么？我们在说古代人上厕所的事儿。你们穿越者是不是有病？有，所以来茶馆治。告诉你们一个事儿，你们以为竹片是给谁用的？宫里也用竹片。皇上用的那片雕了龙。雕了龙？我不想想象那个画面。我会公布了，今天的事，谁都别说出去。说出去会怎样？我让工部的人拿邮票卡尺量你们舌头。姐，皇上用的竹片雕龙，这事儿是真的吗？不知道，但嬷嬷说了，你觉得是假的，你去找皇上求证。不了，我选择相信。所以说，穿越最大的挑战不是什么造大炮制兵，是学会怎么跟一块竹片和解。和解不了，所以我多喝奶茶，喝多了才要上厕所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忍着，敬智者的人，敬智者。姐，沈燕还欠你一巴掌，她又欠了一个带户部的人来，越欠越多了。不算多，户部是肥差，欠得起。有人举报你们非法经营，说书未在教坊司注册，心理咨询未取得太医署资质，奶茶配方珍珠成分不明。珍珠成分不明，叔叔是喂猪的。嬷嬷，你自己喝了多少？举报人穿越者互助协会城南分会，他们说你们破坏了行业规矩，隔壁茶馆龙井卖不出去了，所以明天衙门来人。对，所有业务说书、奶茶、巴掌都得停。枸杞80度的水2分钟，确实不苦，但衙门的人喝茶不放枸杞，他们放茶叶，茶叶苦，人更苦。姐，怎么办？茶风期间你还写优惠活动？他们查他们的，我们卖我们的。珍珠是喂猪的树鼠做的，衙门管不着猪吃什么。巴掌停了还有奶茶，奶茶停了还有故事，故事没人能查封，嘴长在我脸上。夏老板是吧？城南穿越者互助协会，鄙人姓钱。听说你这儿生意不错，就是有点不合规矩。这几位城南茶馆掌柜、教坊司的说书先生、太医谷的安神汤圣手，你一个人把生意全做了，大伙儿喝西北风啊！所以，要么你加入协会，统一价格，上缴30%利润；要么明天衙门来人不是核查了，是封条。钱会长，你那个协会在哪儿注册？穿越者互助协会需要在户部备案，城南分会的备案今年2月到期，你们续了吗？没续的话，明天衙门来人不是查他，是查你。对，无证经营的是你们。夏老板的巴掌是免费的，免费咨询不需要资质，这是公益行为。喝奶茶吗，钱会长？大杯5文，巴掌视情况定价。今天凭太医署处方免单，你有吗？走。夏老板，他们不要了，这个能当排队号吗？能。001号，今天第一个巴掌免费，谁来？我还欠你一顿，今天还。你还欠的是带户部的人来，人呢？在那儿，今天只来了2个，剩下的下回。巴掌之前要先喝奶茶吗？先喝，喝完哭得快。哭完呢？续杯。昨日讲到，晋王被幻衣女泼了一身泥，回府洗了3次澡，每次洗完都在笑。管家以为王爷中邪了，请了太医。太医说：“王爷，你没病，你只是喜欢上了一个人。”姐，户部的人真姓钱。明天他们带人来，多煮一锅珍珠。你每天都画，不用睡觉吗？睡不着，太期待明天了。期待什么？期待户部的人挨巴掌。户部管钱，管钱的人哭起来肯定比工部更凶。这破
子是正经茶馆，我天天在这儿喝了半个月，什么窝藏侵犯，放屁！阻拦公务者，红罪乱处。有人举报心灵茶馆窝藏朝廷侵犯，查封此铺，你二人收押候审。侵犯是谁？哼，到了大牢就知道了。带走。姐，封条把招牌遮了，遮的是正面，背面还是嘉禾西区。棺材铺的风水，他们封不住。回去调档案，查这个案子谁批的，证据在哪儿？1个时辰。沈大人，这不合规矩。规矩是他们先破的。哪天有人举报工部的人也做过茶馆，下一个封的就是工部。严场的人，今天不上工，去衙门，把话传下去。再不去护着，以后没奶茶喝了。没奶茶喝，就没人听我们说话，没人听我们说话。第7座、第8座盐田就接着造，自己掂量。姐，穿越第1天，嬷嬷问我会制冰吗？不会。造盐不会，造大炮不会，奶茶不算技能。现在有人为了我们的奶茶封了整条巷子，奶茶到底算什么？算武器。有人怕了，怕的不是奶茶，是喝奶茶的人聚在一起。怕工部的人和盐场的人坐一张桌子，怕正四品和木匠一起排队，怕太多人发现哭一下不丢人。他们封的不是茶馆，是人说话的地方。别吵了，这里是大牢，不是茶馆。大牢里也能说话？说话有什么用？我关了3个月，没人听我说一句。你现在在说，我在听。我是户部小吏，没犯事被牵连的。有人贪污赈灾2款，抓了20多人。我没拿银子，但管账册，账册上有个数字对不上，我知道是谁改的，没人问我。3个月了，你是第一个说我在听的人。账册上的数字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每天都在脑子里转，每夜都在转。说出来，我听一遍，帮你记住。姐，我记下来了，出去用得上。3年没这么痛快过。你叫什么？赵青。赵青，出去之后来心灵茶馆，第1杯免费，大杯。刚才外面传来消息，正四品来探监，被挡回去了。穿延长短褐的带10几个人来，也挡回去了。还有个老太太拿杯子站在衙门口不走，说是来续杯的。你们这奶茶到底放了什么？叔叔，喂猪的。喂猪的东西，让正四品来探监。今晚我不锁内门，你们随便聊，有人听就行。启奏陛下，昨日心灵茶馆被查封，已有窝藏朝廷侵犯。臣斗胆请问，侵犯是谁？此案尚在审理中，不便透露。不便透露就敢封铺抓人？那茶馆里做过的工部官员，你要不要也抓几个？尚书大人此言差矣。侵犯是谁？第3次问你，不说就是没有，没有就是诬告。侵犯身份涉及机密。涉及机密？你封茶馆的时候，满巷子老百姓都看见了，现在跟我说机密？陛下，心灵茶馆老臣去过，奶茶喝了，巴掌挨了，睡了1年来的第1个整觉。这茶馆要是窝藏侵犯，那老臣就是侵犯同谋，请陛下治罪。陛下，心灵茶馆欠臣2杯奶茶，臣欠他们2张欠条。如果茶馆窝藏侵犯，臣就是侵犯的债主，请陛下治罪。还我奶茶，还我奶茶！大道王爷还没讲完，巴掌不能停。续杯，大杯，欠条在柜台第2个抽屉。陛下今天皱眉头的次数比昨天多。朝堂上吵了1天，工部要保1个茶馆，督察院要封1个茶馆。朕从头听到尾，茶馆一个卖奶茶的地方，让正四品跪在地上说请陛下治罪，让户部的人跪在地上说臣是侵犯的债主，当着朕的面。朕到底封了个什么地方？臣妾没去过，但臣妾的宫女去过。她回来哭了，说她进宫6年，没人问她累不累。那个叫夏周周的女人问她：“你每天晚上站多久？”她站了6年。第1次有人问她站多久，一个能让百姓开心，能让官员解忧，能让宫女哭完还续杯的地方，能有什么坏心思？朕也续过杯，大杯，
珍珠多放。那皇上打算怎么办？公开审理，朕亲自去听。这个桂花膏印子，就是第一回王爷偷吃蹭袖口上那个。对，你还记得？我记得啊，你在墙上画了5回饭碗，我都看了。你姐说书的时候我关在这儿，你现在画墙上，我当追更。你是我第一个狱中说书听众。出去以后我给你写评语，霸总王爷的霸字写错了，你写成霸了，堤坝的坝。太黑了，看不清笔画。刚才沈大人派人送信，皇上要亲自审你们这个案子，公开审理，明天。他带什么话没有？说欠条还在抽屉里，让夏老板出来续杯。续杯不急，让他把证据准备好。孙国忠为什么要封茶馆？前会长的协会备案2月到期，他知道，让他查。你们真是卖奶茶的？真是，奶茶5文1杯，凭太医署处方免单。我站了12年牢门，没人问过我累不累。累吗？累，但今晚不用站，内门没锁，你们聊。启奏陛下，新陵茶馆窝藏朝廷钦犯，前户部小吏赵青，此人贪污赈灾2款，畏罪潜逃。赵青3个月前被抓，关在我隔壁牢房。昨晚我们还在聊天，他不是逃犯，是抓了3个月没人审。他跟我说了1晚上话，把3年的账册全背出来了。孙大人，你说他贪污哪一笔？说得出数字吗？启奏陛下，昨日臣彻查卷宗，查封批文并非督察院正式公文，是孙国忠以私人名义签发的，没有任何证据，没有侵犯，没有赃物。封条上盖的章是他的私章。孙大人，你用私章封一家茶馆，哪条律法允许的？臣是接到举报。举报人是不是前会长？他的城南分会今年2月备案到期，没有合法资质。陛下，前会长的协会代表城南17家茶馆和2家太医署药铺，新陵茶馆奶茶5文1杯，他们龙井卖20文，巴掌免费，安神汤5两银子一剂，这不是举报，是垄断。价格战打不过就封店，下3滥。孙爱卿，你去过新陵茶馆吗？去没去过？没去过。没去过，你凭什么封他？朕去过，他收5文，你卖安神汤收5两，你封他是嫌他太便宜，还是嫌他治得太好？万岁爷英明！霸道王爷还没讲完。夏老板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判决之前先问一件事：孙大人的失眠治不治？他这个眼圈比沈大人第1天来还黑。确实比我黑，我第1天是青，他是紫，紫里透黑，至少3个月没睡。3个月没睡，还能写私章封条，也是个狠人。夏老板，你在公堂上要给举报你的人治失眠？不是治，是问他想不想睡个好觉。巴掌免费，奶茶5文。2个月没睡着了，每天夜里都在想，万一皇上知道了怎么办？前会长说没问题的，我不敢睡，一闭眼就梦见封条被撕了。陛下，可以宣判了。